1611集一响，秦逸臣这个名字，但凡是有点见识之人都不会陌生。在大邪皇族麾下的众多势力，更是极为的熟悉，因为邪苍渊亲自交代过，如果遇见了他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将其擒到大邪皇城。虽然他们不知道邪苍渊为何会如此在意秦逸臣，但是他们都知晓，如果能够将秦逸臣擒拿回去，那他们肯定会受到大邪皇族莫大的嘉奖。这小辈还真是不知轻重，竟然妄图在这种时候浑水摸鱼，看来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啊。以大邪皇族对他的重视程度，拿他应该能换一笔不菲的资源啊。那5尊巨擘皆是一脸狞笑的盯着秦逸臣，在他们看来，后者就算手段再多，也不可能从他们手中逃脱掉了。秦先生，等下我来拖住他们，你找个机会先逃。这个时候，狄露一咬牙，毅然站了出来，走到秦逸臣的身旁，对住后者轻声道：唰！随着破风之声的响起，又有2道身影爆射而来，皆是落在秦逸臣身前。他们都是雷妖一族联盟的巨擘，自然也是知道对于雷妖一族而言，秦逸臣的重要性。甚至有人猜测，大邪皇族之所以与雷妖一族僵持了下来，其中有更多的原因是在忌惮秦逸臣。如果秦逸臣被这些家伙擒下了，对于雷妖一族联盟而言，也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所以，即便知晓不敌，狄露等3尊巨擘还是选择了掩护秦逸臣，哪怕这会让他们送命。狄露，看来你是活腻了，本来只是想让你交出那柄圣兵，看来你是打算将命也留在这里了。见到这3尊巨擘的动作，虎坚冷笑道。另外几尊蛮虎一族的巨擘脸上也是挂满了淡笑之色。这边有8尊巨擘，即便虎坚受伤了，那也远不是3尊巨擘所能够抗衡的。他们这般行为和自寻死路没有什么区别。秦先生，等下你不用管我们，能为秦先生牺牲是我的荣幸。即便是在这相差悬殊的力量之下，另外2尊巨擘也没有动摇之色。他们看了秦逸臣一眼，轻声叮嘱道。对于这3尊巨擘的行为，秦逸臣也是感到心中一暖。这3个巨擘愿意在这个时候豁出性命来掩护他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的意思。这等行为也是让他知晓，雷妖一族的联盟已经完全认同了他，而且将他所放的位置还不低。放心吧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死。秦逸臣微微摇了摇头，轻笑道：青前辈，再不现身，可就要替我收尸了啊！而在众人都在有些惊愕间，秦逸臣突然看向古殿的一角，朗声道：见到秦逸臣的动作，蛮虎一族的几尊巨擘也是眉头一皱，脸上都是有些惊疑不定。这不是不想打扰秦小友的兴致吗？而在秦逸臣声音刚一落下，一道轻笑之声也是在大殿中响彻而起，一股强悍的气息也是陡然席卷而出。顶尖巨擘察觉到这股气息之际，蛮虎族的几尊巨擘面色都是猛地一变，眼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。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，清正义与雷云幽的身形也是闪掠而出，径直落在秦逸臣的身旁。清正义当看到清正义时，那几尊巨擘眼中都是有着一抹深深的忌惮之色浮现。顶尖巨擘如果对上他们，完全能够以1敌3，而且这还只是最为保守的估计，甚至有些主杀伐之道的顶尖巨擘有过以一己之力斩杀5尊巨擘的事情。随着他们的出现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原本处于劣势的秦逸臣等人，在力量上已经完全不逊色于蛮虎一族的那些巨擘了。难怪这小子能够进入到这里，看来是清正义带着他跟随在我们后面。该死的吞天青雕彝族也来趟这趟浑水了吗？这下难办了啊！这个时候，蛮虎一族的几尊巨擘面色都是变得凝重了起来。有1尊顶尖巨擘，还有雷妖一族最为年轻的巨擘加入，他们想要一口将秦逸臣吃下，恐怕已经不太可能了。而且他们不知道清正义这尊顶尖巨擘的真正本事，但是能够被吞天青雕一族放心安排来保护秦逸臣，恐怕他的实力是相当的不弱。这样1尊顶尖巨擘方才是最为可怕的，一旦后者爆发开来，先斩杀他们1、2尊巨擘，那他们极有可能全部得交代在这里了。怎么，几位是打算以多欺少吗？清正义轻笑一声，那般淡然的气势却是完全将对面那些巨擘给压制住了。想要成为顶尖巨擘何其艰难，
但是，一旦成为了顶尖巨擘，那就象征住他们有希望迈入受无数强者敬仰的境界。至强这种大能，距离至强境界仅仅只有一步之遥，他们的实力和眼界都远超于寻常巨擘。所以，尽管清正义独自一人，但是这种气势却是蛮虎一族的7尊巨擘都无法比拟。清正义，你们吞天青雕一族也要参与到这里，难道你们就不怕大邪皇族的怒火倾泻下来吗？虎坚面色阴沉，低喝道。秦逸尘刚才让他颜面尽扫，而且还敲诈了他们，而且只要擒下秦逸尘，那他们就可以获得一笔巨大的资源。这种机会，他们不想就这般轻易的放弃。我族的立场与我等无关，我只是奉少族长之名，保护秦小友罢了。清正义淡笑一声，圆滑的将虎坚的话语给挡下。哼，听到这话，虎坚等人脸上却是摆明了不信之色。虽然青鸾在族中的威望很高，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少族长，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命令清正义这种顶尖巨擘。但是清正义脸上却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之色，仿若摆明了这就是一个借口，你们也奈何不了我。见状，虎坚等人的脸色也是变得阴沉无比。咔！而就在古殿内气氛有些剑拔弩张之际，一道一声突然响起，众人都是微微皱眉，目光对住声音来源之处看去。1612级凶猛的石像，在众多巨擘的目光看到异响来源之处时，他们的面色便是陡然巨变。秦逸尘也是连忙侧身过去，而后他的瞳孔便是猛地一缩。在古殿中央，那座约莫3丈高大的石像，在此时那斑驳的身上竟然是射出了道道光芒，那些光芒流转间，在其身上的青苔都是掉落而下，一个极为玄奥而又复杂的阵法隐约的浮现而出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恐怖的波动也是自那尊古老的石像体内传出。下一瞬，在一道道惊愕的目光中，那尊石像的眼睛也是陡然睁开，那双巨大的眸子里充满了淡漠无情之色，望向了古殿中的众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望着突然活过来的石像，所有大能的眼中都是有着一抹惊骇之色闪过。傀儡吗？此时秦逸尘的目光也是有些凝重，他能够感觉到这尊石像虽然如同活过来了一般，但是那一对眸子之中却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只有灵光闪烁。咚！在一道道惊愕的目光中，原本就高大的石像突然站起身来，顿时那般身躯变成了5丈之高。从那庞大身躯中透着的极强的压迫之感，其浑身的纹路更是有着一种让巨擘级别强者都惊惧的力量波动。随着其大脚的踏出，整座古殿都是猛地颤抖了一下。那座巨大的石像缓缓低头，淡漠的目光望向古殿内的众多身影。一道空洞的声音也是在古殿之中响彻而起：擅闯无踪者，杀无赦。随着那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，那尊石像抬脚便是对住那对峙的双方践踏而下，感受着那只巨脚上足以踏破山岳的力量，众多大能的面色皆是猛地一变。旋即，众人没有任何的迟疑，身形一动，都是快速的闪掠而开。砰！在这一脚之下，整座古殿都是猛地颤抖了起来，殿宇顶部都是开始崩塌而下。哼！区区一尊傀儡也敢在我等面前逞凶。而此时，一尊蛮虎彝族的巨擘冷哼一声，身形一动，抡住一柄大剑，便是对住那尊石像怒劈而下。面对这一击，那看似笨重的石像猛地一抬手，手臂横扫而出。倏！随着一道脆响，那尊巨擘级别的强者手中的大剑直接是被轰飞，他的身形也是被扇飞开来，狠狠地撞击在大殿的墙壁之上，一口鲜血狂喷而出。而在看向那尊石像的手臂之上，却只有一道浅浅的白痕。看到这幕，大殿中的众人眼中都是一片骇然，这尊石像未免也太为可怕了吧！巨擘级别的强者在其手中竟然如此的不堪，这尊石像不简单，我们快撤！而此时，清正义也是沉声说道，即便是身为顶尖巨擘的他，脸上都是布满了凝重之色，显然对于这尊石像，他也很是忌惮。闻言，秦逸尘等人也都是点了点头。此时，那尊不知为何被惊醒的石像，如同化身成了杀戮的机器一般，他的拳脚不断轰出，但凡被其轰中者，无一不是被震得倒飞而出。这还都是巨擘级别的强者，如果换成寻常圣级强者，在其一扫之下，
恐怕会直接被轰成肉泥巴。蛮虎一族的几尊巨擘在吃亏之后，也是不敢再去与这尊石像硬拼，连忙是从古殿的另外一侧逃掠而出。走！秦逸尘低喝一声，身形也是暴退，在其身后几尊巨擘都是紧随而上。咚！然而在秦逸尘他们刚一逃窜之际，那尊石像的脚步突然迈动了起来，旋即脚下一跺，身形竟然是暴掠而出，狠狠地对住秦逸尘他们怒踏而下。那从天而降的庞大阴影，让得秦逸尘等人面色大变，当即他们连忙是将速度催动到极致，身形闪退而开。倏，石像狠狠地踏在秦逸尘等人先前落脚之处，大地都是被砸得崩裂开来，那等力道，即便是众多巨擘都是不由得看得有些头皮发麻。如果被其轰中，他们即便不死，恐怕也会被重创吧。这尊石像所爆发出来的实力，恐怕唯有顶尖巨擘才能够与其抗衡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清正义显然不可能与去这尊石像做太多的纠缠，不然的话，一旦让虎坚他们抓住机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把那圣兵还给他，这东西好像就是盯上你了。而此时，雷云幽黛眉一皱，突然对住狄露喝道。这时，众人方才是发现那尊石像空洞的目光一直盯住他们，那般模样，仿若不将他们追杀致死，就不会善罢甘休一般。在这个时候，狄露面色也是显得有些复杂，他手中那根石棍的确是从这尊石像的手中得来的，只是这根石棍比他自己所用的圣兵要高上一个档次，这等罕见之物换成任何巨擘，恐怕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。该死的！然而在这个时候，狄露也是懂得取舍，他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连累了自己的同盟战友，最为关键的是不能让秦逸尘出现任何的损伤。给你！最后，狄露低喝一声，有些不甘地将手中的石棍扔了出去。倏，石棍爆射而出，那尊石像一把将其接住，顿时原本只有丈许大小的石棍猛地变粗，竟然是化为了一根数丈大小的石柱。然而让人有些意外的是，那尊石像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追击，甚至在得到了那根石柱之后，他的每一记攻势都是变得更为凶猛，单单是那种气浪都是让的几尊巨擘的气血都是有些翻腾不已。更为糟糕的是，这个时候即便是清正义也不敢去硬挡，只能不断的躲避，不时还差点被那石像手中的石柱给轮中，那般姿态显得异常的狼狈。这东西还不放手了！秦逸尘低喃一声，突然他的眉头微微一皱，手中出现一块玉牌，在那块玉牌之上，突然有着一道纹路浮现而出。